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柔韧性训练。在上期的话题中，我介绍了身体柔韧性的好坏是由什么决定的，也讲解了为什么肌肉训练者柔韧性普遍较差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将讲解柔韧性对身体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哪种柔韧性训练对身体最有用。让我们进入主题吧。良好的柔韧性可以带来以下的好处：第一，减少受伤风险。肌肉和关节的活动范围越大，对于防止扭伤和拉伤的作用越明显。第二，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关节僵硬将导致肌肉的收缩速度变慢，同时因为缺乏平衡性，造成不能很好的完成运动中的技术动作。第三，改善身体姿态。良好的柔韧性让身体各部分肌肉张力相当，减轻因肌肉不平衡带来的疼痛。第四，减缓衰老，让身体能常年应付各种生活和运动的需求。所以在上期视频中我提到，很多肌肉训练者因为对柔韧性认识不足，再加上肌肉训练的影响，导致成为肌肉僵尸的现状。因此，好的柔韧性无论是对身体健康还是对运动表现都有帮助作用。柔韧性的好话到此为止。现在我来说说它的弊端。柔韧性训练可能会降低肌肉力量。第一，当肌肉伸展时，肌肉内部的感受器，主要是高尔基体和肌纤维，会发送信号给大脑，肌肉正在被拉长。如果拉伸过度，神经系统可能会关掉肌肉，防止肌肉受到损伤。第二，当肌肉处于本身长度时，肌肉能产生最大的力量。当肌肉被拉长或者短于本身长度时，肌肉的发力将会受到影响。以上两点原因造成拉伸肌肉会暂时降低肌肉力量的输出。第三，长期或频率高的柔韧性训练会导致肌肉和结缔组织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例如肌肉纤维、肌腱可能会变长，这可能会长期降低肌肉力量和功率的输出。那么在柔韧性方面，普遍存在着一个极端奇怪的现象，越是柔韧性好的人越关注柔韧性，甚至继续提高柔韧性，越是柔韧性差的人却一点不关注柔韧性，根本忽略这类训练。这两种情况的代表人群，前者是女性和老年人，后者是男性。那我现在向女性和老年人喊话，过分追求柔韧性并不明智，尤其在不做肌肉训练的情况下，会导致肌肉力量和关节稳定性降低。因为关节附近的肌肉可能会变得过于松弛，本身肌肉的力量就不足，再把关节弄得软软的，这种失衡会导致关节不稳定，增加受伤的风险。中国有一句古话，筋长1寸，寿延10年，这大概是有些人年老以后感觉自己的柔韧性差了，但是要知道这是身体纤维化的结果。光靠拉伸提升柔韧性，以为这样会增加身体健康，变得更加年轻吗？断然不会，其实受伤的危险更大。所以柔韧性训练要根据自我的身体情况决定是否去做。女性和老年人应该多做肌肉力量训练，而男性应该多做柔韧性训练。那么我们最应该提高什么样的柔韧性呢？柔韧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关节柔韧性，一种是被动关节柔韧性。主动关节柔韧性是指肌肉在主动收缩的状态下扩大关节活动的范围。例如我们看这个在空中劈叉的小姐姐，完成这个动作既需要有很高的柔韧性，同时腿部肌肉的爆发力也要很强，这样才能保证跳跃的足够高，并且在空中将腿部展开。这就是在肌肉收缩下的关节活动范围的增加。而被动关节柔韧性则指在没有主动肌肉收缩的情况下，依靠体重、他人或设备的外力，使关节处于伸展状态下的柔韧性。例如这位被人摁住腿的小姐姐。那么请问大家，哪种柔韧性更有用呢？用脚后跟也能想出来，一定是主动关节柔韧性。主动关节柔韧性带来的是柔韧性的所有好处，而被动关节柔韧性带来的就有好有坏了。所以我又要讨厌的说，目前大多数女性和老年人所做的柔韧性训练都是被动关节柔韧性，所以练完了不但不能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还会增加受伤的风险。针对两种柔韧性进行的训练一定不同。通过静态拉伸可以提高被动关节柔韧性，通过静态和动态两种拉伸，再加上肌肉训练，才可以提高主动关节柔韧性。我将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详细介绍柔韧训练的时间、频率、强度以及常见的问题，敬请关注。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良好的柔韧性可以让身体减少受伤的风险，提高身体运动能力，改善身体姿态，并延缓衰老。但是过度而频繁的柔韧性训练会暂时甚至长久降低肌肉的力量和体积。因此，是否要做柔韧性训练，要根据自我身体的特点来决定。女性和老年人更应该关注肌肉力量训练，而男性，尤其是做肌肉训练的男性，要关注柔韧性训练的重要作用。对于柔韧性来讲，我们应该提高与运动能力相关的主动关节柔韧性，而被动关节柔韧性相比之下，它的作用就小很多了。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